哪个不长眼的龟孙啊！压死老子了！小狐狸刚出洞，想找点食物来填充饥饿的肚皮，结果这天上就掉下了一个人，猝不及防的砸在尾巴上，气得他想骂人。臭女人，赶紧起来！你压到老子尾巴了！幸亏不是直接压在他身上，不然直接口吐白沫去见阎王了。小狐狸灵敏的鼻子闻到一股让他难以承受的香味儿，回头一看，发现是女人的血。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！老子饿得头冒金星了，先喝点血充充饥。小狐狸转身伸出舌头舔了舔叶云兰身上的伤口，原本想喝点血的他才刚刚尝了一口，一个缔结契约就出现在他脚下。本尊的血也是你一只狐狸能喝的。我操，臭女人，你竟敢契约本殿下！小狐狸反应过来后暴跳如雷，怒视着叶云兰。想他堂堂妖界之王，世界上唯一一只10尾妖狐，居然被一个人类渣渣给契约了，这老脸算是丢没了。他不就是肚子饿舔了一口血，至于吗？再敢叫我臭女人，活剐了你！可老子是10尾妖狐，是妖界的妖王殿下，怎么能被人族契约？还是你这么一个没有灵体的人！10尾妖狐，妖界的妖王殿下，你是那只风骚狐狸的后代？10尾妖狐，整个世界都只有一只，而这一只很显然不是他认识的那只。那么只有这一种可能，这小狐狸是他好友的后代。什么风骚狐狸？那是我阿爹！他暴跳如雷，随后才反应过来，惊愕地望向叶云兰。你认识我阿爹？何止是认识，还是很好的朋友。叶云兰想到这里，看着小狐狸的眼神温柔了下来，将他抱在怀里，柔声问：你怎么会来到这个大陆啊？还有你阿爹阿娘呢？身为妖界的妖王，小狐狸出现在这里，必定出了大事儿。被人暗算了呗。阿爹阿娘为了保护我，死之前用尽所有的妖力将我送往这个大陆。不过我一定会回去报仇雪恨的。对了，你到底是谁啊？怎么会认识我阿爹啊？这个嘛，你以后会慢慢知晓的。但我会跟你做同样的一件事，就是回去报仇雪恨。他族人的血，族人的肉，就连他们的骨头也被一根根的做成了法器，自然也包括他自己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叶云兰抚摸着小狐狸的脑袋瓜，又看了看它的尾巴。你不是10尾妖狐吗？怎么只有一条尾巴？我叫圆圆。小狐狸笑着自我介绍。他咧嘴笑的时候，狐狸眼眉眼弯弯，狡诈又滑稽。随即像是想到了什么，猛地看向自己的尾巴，吓得连连尖叫。怎么只有一条尾巴了？我刚才出洞的时候都有2条呢。一人一狐僵硬着脖子看向地上，那里一条火红色的狐尾正可怜巴巴地躺在那儿。我的尾巴被砸断了。我能说自己不是故意的吗？我可怜的尾巴。小狐狸圆溜溜的大眼顿时泛满水雾。叶云兰捡起来放在他屁股上，安慰道：要不我给你装回去？算了，这条尾巴就当是咱们的见面礼，送给你做法器吧。他们妖狐一族的尾巴不比异族人骨头差，尾巴照样可以拿来炼制神器。法器？这个不错，谢谢你啊。主人，我好饿。走吧，带你找好吃的去。妈呀，我们差点就被砸死了。小狐狸看着地上大约4、5岁的小孩，吓得狐毛都竖了起来。5、6岁的小孩怎么穿大人衣服？
叶云兰微微蹙眉，盯着小男孩的穿着，百思不得其解。看着小男孩嘴角上的血迹以及昏迷不醒的模样，他最终还是把小男孩和小狐狸一起带进了空间。他不仅在空间里找了颗丹药治好他外伤，还给他洗澡，给他换了一套小孩的衣服。算你运气好，姐姐这里呢刚好有一套小孩子的衣服。这套衣服是前世他好友儿子生辰时准备拿去送人的，结果当天遇到密族之事，趁小男孩还未醒过来时，他赶紧把昏迷的他送出空间，又从空间里拿了一些晶石出来，放在他衣服的荷包里。小家伙，姐姐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他自己都自身难保，更别说还带着一个小孩了，他能帮助的也只有这些了。仔细一看，这小孩长得好精致啊，像个陶瓷娃娃，萌得他心都快化了。叶云兰忍不住伸手捏了捏他的小脸蛋，这才起身离开。而他刚转身离开，男孩便睁开了那双赤金色的双眼。女人，你完了，竟敢把本地酱酱酿酿后就跑了。帝尊，偷袭您的人我们已经全部解决。当他们看到自家帝尊穿着一件小孩衣服时，惊愕地张大嘴巴，呆若木鸡地杵在原地。衣服已经被撑破，凌乱的布条勉强遮住他最隐蔽的部位。蓝雨蓝霄，今日之事自己下去领罚，倘若再有下次，绝不姑息。男人从空间法器里拿了一套月白色的衣袍换上，转身离开时还不忘把撑破的衣服收起来。帝尊，您这是要去哪儿？蓝霄见状，下意识地问了句，随后意识到自己逾越了，立马低头认错。属下知错，不该打探帝尊行踪。找女人。男人勾唇，难得回应一次，留下这句话，消失在原地。蓝雨和蓝霄愣住了，他们没听错吧？一向不近女色的帝尊说要去找女人。蓝霄，你说帝尊找女人干嘛？可能是当了这么多年的单身，最终还是忍不住身体的需求。此时的叶云兰和小狐狸正在一家酒馆里大吃大喝，活像是一只饿了1000年的饿死鬼，一人一壶一桌子菜，扫荡得一干二净啊，舒服。主人，你怎么晋级了？小狐狸突然发现叶云兰修为已经到了初灵阶初级，可他明明没有看到主人修炼呢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关键是他只有灵珠没灵脉呀。我晋级了？你不知道？不知道啊。叶云兰摇头，感应了一下丹田里的2颗灵珠，诧异道：是体内的2颗灵珠在自行吸收灵力。我这是碰到了个什么怪物啊？好像灵力吸收的有些多了，筋脉有点痛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叶云兰感觉自己的身体被撑得有些痛，连忙呼停2颗灵珠。你们2个小家伙别吸了，再吸我身体就要爆炸了。神灵珠和魔灵珠一听，连忙停止吸收灵力。他们好不容易盼回主人的嘱咐，要真被他们把身体撑爆了，到时候啊，哭的地方都没有。真乖。结账后，叶云兰抱着圆圆出了酒馆，来到大街上，这才发现她对这里陌生得很，记忆里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。小美人儿，把你身上的精神拿出来，再让爷几个爽一爽，放你一条生路。主人，这几个癞蛤蟆就交给我来收拾，看我不把他们给揍得满地找牙。那可不行，给你留2只癞蛤蟆，剩下的2只我来解决。我刚晋级，需要稳固一下修为，就拿这些人来练练手帮。会说话的仙兽。几人因圆圆说话而感到恐惧，条件反射的向后退一步。大哥，这狐狸的修为看起来好像只有初灵兽1星啊。
要不我们还是走吧。走什么走啊？我们这么多初灵阶中级的人，还对付不了他一个初灵阶初级的人？这只狐狸是仙兽又怎么样？他似乎受了重伤，修为掉的跟个初灵阶初级修为的人差不多了，有什么好怕的？死不要脸的癞蛤蟆，看老子不打死你们！小狐狸听闻，气得暴跳如雷的从叶云兰的怀里飞出来，伸出小小的狐狸爪子，一巴掌拍在男人脸上。臭狐狸，老子要活剐了你！抽你的筋，扒你的皮，还愣着干什么？一起上啊！来得刚好，就让你们来稳固一下我刚晋级的修为吧。半刻钟不到，几人就被叶云兰和圆圆打得满地找牙，跪地求饶，说话漏风。姑奶奶，咱们错了，求你饶了咱们行吗？哼，饶你们个大滚头，还想抽老子的筋，扒老子的皮，看老子怎么把你们上车扎扎！圆圆，过来，咱们得启程了。叶云兰已经启动了空间转移阵法，她现在的灵魂力不够，修为也不够，只能一点一点的把自己送回赤炎国。主人，你还挺值钱的呀，居然让人大费周章的来学你，还赏黄金1000两。要不我把这消息偷偷告诉官府，拿了这赏赐呗。你这想法不错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但时机不对，咱们还得再等一等。等过段时日，你信不信赏赐就会变成黄金10000两？虽说他空间里有晶石可以换钱，但是数量有限，总不能一直坐吃山空吧。现在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，晚上啊，我带你去搞事儿。叶云兰朝前面的客栈走去，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回到夏东州，现在只想四仰八叉的躺在床上，好好的睡一觉。耶，我最喜欢搞事了。叶云兰走进一个当铺，用晶石换了些金币之后，才去客栈。小东西，出来吧，我知道你跟了我一路。小狐狸看向窗边飞进来一只蝴蝶后，狐狸毛都炸了起来。这只蝴蝶不会是想跟它抢主人吧？主人，你怎么知道我跟了你一路？去，什么主人？谁是你主人？这是我的主人。小蝴蝶，你我无契约，怎么会叫我主人？而且我不是任何灵兽都收的，我只要对我有帮助的灵兽。叶云兰诧异地看着小蝴蝶，如果不是他没有任何恶意，他都以为他有计谋。当然，他追寻他肯定有他的打算。主人，你不会真要收了这只灵蝶吧？一只蝴蝶而已，它能有什么技能啊？我一口狐火都能灭掉它，哼！哎呀，狐狸哥哥，你不要小瞧我，我可是灵蝶之王，天下所有蝴蝶都归我掌管，不让他们往东，他们不敢往西，打听小道消息妥妥的没问题。灵蝶之王，有意思，说说看，你都会些什么技能？小蝴蝶见他伸手，高兴地飞过去，又见叶云兰伸出手指想摸一摸自己的羽翼，连忙提醒：哎，主人小心，我的蝶翼硬如铁，锋如剑，容易伤到你，而且我蝶翼上有灵蝶一族罕见的毒素，要是不小心划伤，没有解药的话，毒素会慢慢的腐蚀五脏六腑，最后衰竭而亡。刚伸出手的叶云兰听闻后，手指又收了回去。这功能不错，是一把行走的匕首，也是一个行走的毒瘤。小蝴蝶愣住了，这主人的比喻也太扎心了吧？行走的毒瘤，这怎么听都觉得奇怪，还不美观。主人，我还可以停在你的发髻上，当一个装饰品。小蝴蝶停在他头顶左侧的发鬓上，犹如一只栩栩如生的蝴蝶发饰，活灵活现。半个月了，本地要找的人怎么还没消息？帝尊，属下无能为力，画像就一个背影，这段时间冒充画像的女子太多了。对啊，帝尊，要不您画一张有脸的画，属下拿着有脸的画像去找。你们没找到人还有理了？是怪本地没给你们脸是吧？本地要是知道他长什么样子，还会给你们一张背影画像吗？帝尊，您本来就没有给我们那个女人的脸呐，
我们要是知道她的长相，也不至于现在都没找到啊。帝尊大人，那您知道那位女子的名字吗？自始至终您连名字都没告诉我们，还让我们找人。殷霄一阵无语，名字他连长相都没看到，别说知道名字了。他是一个拥有神灵珠和魔灵珠的神魔之体，你们按照这个特点去找，这天底下能拥有神魔之体的人必定是异族后代，只要找到异族就能找到的。对了，他身边还有一只臭公狐狸。没有说名字，这就说明帝孙您不仅不知道人家姑娘的样貌，甚至连人家名字都不知道，这属下从何找起？是谁？是谁在背后骂老子了？醒啦，醒了就起来，准备出门了。主人，还有我。易云兰在房间里启动阵法，用心感受叶姬生活的闺房。她料定了叶姬现在不会出门，黑暗元素的伤疤可没那么容易治好。她那么爱美，怎么可能在最丑陋的时候出门呢？此时刚好是晚上休息的时候，也不会有人在她房间里，这是最好的机会。贱人，你还敢出现？就凭你也想伤我？叶云兰轻易地躲过袭击，调动体内的魔元素，一个阵法出现在叶姬脚下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一个小小的阵法而已，我的地灵脉，你用着可还顺心？贱人，你想做什么？这是我的地灵脉，你需要抢走？来人！他想呼救，一缕黑雾却袭上他脖颈，像是掐住他声线一样，无法言语。哼，真不要脸！我的地灵脉何时变成你的了？就是，真不要脸！主人，我想划他的脸，划烂他的嘴，他的嘴巴太臭了。蝴蝶，你先别出手，我有自己的打算。好的吧。叶姬诧异地看着小狐狸，眼里顿时布满一层贪婪的目光。这只畜生居然会说话，这贱人运气真好啊，竟然契约了一只仙兽。等他把仙兽抢过来，就是他的了。你现在想的不是从我手中如何抢走仙兽，而是你爹娘从我身上挖走的地灵脉被我抽走之后，你还能是人人仰望的天之娇女吗？我的东西是时候物归原主了。叶姬怎么也没想到叶云兰会直接抽取她的灵脉，瞬间痛得脸色煞白，冷汗淋漓。因为阵法限制，她叫不出声，只能发出微弱的惨叫。当初你们挖我灵脉时就应该想到自己也会有这么一日的。叶云兰满意的看着被抽取出来的地灵脉，瞅着躺在地上痛得大汗淋漓的叶姬，唇角勾起一抹冷笑。别担心，我不会让你死得这么容易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被人唾弃的废物。叶家我还会回来的。叶云兰感觉到有人来了，立马启动阵法离开这里。现在当务之急是找个安全的地方把地灵脉融合，而不是在这里浪费时间。他的阵法因为修为低有限制，过了时间就没用了。更何况他还有一些秘密没搞清楚，叶姬自然有他的用处。叶姬啊，秦霜今晚心里总感觉不踏实，已经准备歇息的他又立马赶来查看，哪知推门一看，就看到软倒在地上痛苦不堪的女儿。娘，那个贱人回来了，她回来了，她抽走了我的地灵脉，我以后就是个废人了。娘，我不要当废人，我不要被人嘲笑嫌弃。你说什么？叶云兰那个小贱种回来了，还抽走你的地灵脉？她没有修为，是怎么回到这里的？她有修为，而且还会阵法，那阵法里有黑色烟雾，让我动弹不得，也呼救不了。娘，你帮帮我，
我这样根本无法嫁给君轩哥哥，我更不要成为一个被人唾弃的废物。女儿，你放心，娘不会让你成为废人。娘这就让人把当初先祖留下的地灵脉拿来换给你，我也会让人全程搜查叶云兰的下落，一定将她碎尸万段，给你报仇。主人，我来了。咦，这不是业绩契约的那匹野马吗？什么情况？又是一个来和我们抢主人的兽兽！臭野马，谁是你主人啊？别乱叫！你是妖兽？赶紧走，主人是我们的，需要与我们抢主人，不然本姑娘刮光你的毛。你是灵蝶之王？飞天白马看到小蝴蝶，下意识地咽了一口唾沫，随即笑了笑。不过你的修为有点低，应该是才孵化出来没多久的吧？没事，以后有哥哥在，哥哥照顾你。小蝴蝶一阵无语，这臭马的嘴真欠抽，谁要他照顾呀？还哥哥？飞天白马又下意识地看了眼小狐狸尾巴，发现只有一条，又嘚瑟了起来。原来你只有一条尾巴呀，还以为你有多高贵呢，原来是个假威呀。跟我认识的九尾狐一族比起来，你还差远了。哎呦！飞天白马还要说什么，结果被小狐狸一爪子拍在脸上，疼得他哎呦一声。怎么，九尾狐一族就很了不起吗？你给老子听好了，老子可是妖王殿下，是天上地下唯一一只10尾妖狐，天底下的妖兽都得归老子管。10尾妖狐，妖王殿下，就你这货色，还10尾妖狐，笑死马了！你蠢马！小狐狸一脚踹过去，如果不是主人让他不要暴露身份，他能用威压压死这头蠢马。还不快滚！想抢我们主人，没门儿！对，没门儿！行了，圆圆蝶蝶，你们别吵了。他确实是我的契约兽。易云兰在他们争执的过程中，终于融合了地灵脉，瞬间觉得体力灵力更加充沛，也确确实实的感觉到了飞天白马的契约。什么？这一下轮到小狐狸和小蝴蝶懵逼了，不敢置信的看着白马，一脸嫌弃。就这玩意儿，主人你居然也看得上？你之前说过，你是被抓来给业绩契约的灵兽，但至始至终跟你契约的都是我的地灵脉。如今地灵脉已与我融合，所以现在你也算是我的契约兽了。但是我也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是选择跟我，还是与我抹去契约关系？啊，可这个世界上，灵兽和人类一旦签订契约后，就不能抹去契约关系了吗？对于别人而言确实不能，但对于我来说轻而易举。你考虑好了吗？是留还是走？一句话的事儿。我要跟着主人。他不要当一匹没用的马，他要跟着主人走上马生巅峰。能拥有地灵脉的人，绝对是天赋极佳，他不会看错人的。那好，今后你就和圆圆以及蝶蝶一起跟着我了。叶云兰看了看白马的身形，又瞅了瞅被破坏的窗户，头疼的抚了抚额。啊，你这体型太大了，在外行事不方便，还是去我的精神识海里住着吧。好的，主人。白马高兴点头，叶云兰便将它收进了空间。结果他刚把飞天白马收进去，就听到了他恐惧的呼救声。妈呀！主人快放我出去，快救救我，要死马了！怎么了？叶云兰一听着急询问。白马这声音怎么听都觉得不对劲儿，他想把白马从精神识海召唤出来，却发现里面像是有什么东西阻碍着他召唤白马。妈呀，真的要死马了！主人快救救我呀！此时的飞天白马在叶云兰的精神识海里吓得四处闪躲，天上不仅有雷电追着他劈，后面还有一个黑影像恶灵一样追着他跑。小畜生别跑啊，赶紧让本尊保击一下。
你当我是傻子呀？飞天白马一听，吓得马毛都炸开了。老天爷呀，这是精神石海吗？这简直比人间炼狱还要可怕呀！主人，你怎么了？小狐狸见他神色不对劲儿，跑过来关心询问。叶云兰摇头，眉梢微蹙，表示不知。我也不知道，只听到飞天白马在精神石海里呼救。在精神石海里呼救？他不是拽的要上天吗？怎么还会呼救啊？真是一只没用的蠢马！一个精神石海竟然也能让他呼救，这胆子比兔子还小吧？主人，救救我，救救我呀！小畜生，给本尊站住！叶云兰也听到了精神石海里的这道声音，顿时大惊失色。他的精神石海居然有人！他走到床边，双腿盘膝，闭上双眸，吩咐道：圆圆蝶蝶，我要进入冥想状态去精神石海，倘若外面有人来，立马通知我，知道吗？是主人。主人。叶云兰从进入精神石海的那一刻，她也被眼前的石海震惊到了。别劈我了，再劈我就要变成焦马了。还有后面的死鬼，求你不要追我了好吗？我身上又没糖，你老追着我不放做什么？飞天白马的声音从远处传来，叶云兰闻声快速朝他那个方向飞去。这里是他的精神石海，即便修为不高，还不够凝聚出羽翼飞行，他的神识也可以在里面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小白看着被劈得乌漆抹黑的白马，叶云兰觉得好笑又心疼，朝他招了招手：过来。主人，你总算来了，这地方太恐怖了，我不想待在里面了。你就是这具身体的新主人。不错不错，快把那小畜生给本尊吃了。抱歉啊，他是我的契约兽，想要吃他，除非我死。还有，他不是小畜生，在你眼里或许他是，但是在我心里，他不是畜生，而是我的契约兽，是我未来并肩作战的伙伴。并肩作战，伙伴？你是谁？哼，想知道？只要你答应本尊一个条件，本尊就告诉你，而且还会放过你手中的灵兽。哼，我凭什么答应你？这里是我的精神石海，还轮不到你来跟我谈条件。小姑娘口气挺大呀。哎呀，可惜呀，这个精神石海已与本尊相伴多年，灵魂早就与其融为一体。就算你是这个精神石海的主人，本尊也一样能掌控它。如果你杀了本尊，那么整个精神石海也会随之崩塌。精神石海一旦崩塌，那就无法蕴养灵兽，并且天赋再好的人，实力战斗的时候，灵力消耗会比一般有精神力的人快速10倍。他柳眉一拧，淡漠的嗓音冷声询问：你多大了？什么？我说你今年多大？我都是活上万年的人了，你还叫我小姑娘？莫不是你比我还老？你怎么说话的？谁老了？本尊这是与天同寿，与地同存，寿与天齐，比你活得久多了。你要是真与天同寿，神识还能被禁锢在我这具身体的精神石海里？哼，你不信？说吧，你之前口中的条件是什么？还有，为何会在我的精神石海里？本尊叫无心，至于怎么会在你的精神石海里，本尊也不记得。反正本尊中途沉睡过一段时间，等再次苏醒时，已经在一个笨蛋丫头的石海里。只是那丫头太笨，还胆小又懦弱，被挖灵脉以后又一蹶不振。好不容易盼到她死了，本尊好占据她的身体，结果被你抢先一步。哎呀，真是便宜你了。你自己运气差，怪我喽。天空一道火红色的雷电骤然劈在飞天白马身边，吓得他嗖的一下钻进了叶云兰的怀里。主人，你这精神石海也太恐怖了吧，能让我出去吗？蠢马，你捡到宝了还嫌弃？这红雷可以锻炼神魂，劈在身上是疼了点儿，
但是却能让你逐渐变得强大起来。你想想看，一直生活在这种地方，每天被雷追着劈，就算出去以后你打不过别的灵兽，也能学会如何逃跑和躲避攻击了。难不成我让雷劈还要感谢他？哎呀，看在你我同住一具身体的份上，本尊就勉强收你为徒。这就是你说的条件？想让我拜你为师？没错，还不快拜见师尊？不要，我自己会修炼，不需要拜师。还有，我要出去了，下次进来之前，在这期间你最好不要动我的灵兽，我会想办法看下次能不能给你带点吃的进来。倘若你敢动我的灵兽，我不管你是神是魔还是妖，我都不会放过你。敢这么和本尊说话的人，你还是第一个。看你年纪尚小，本尊就不跟你一般计较了。今儿个你不拜师也得拜师，你若是不拜，本尊就不让你出精神尸骸了。哎，这老妖婆发的什么疯啊？想强行收徒？你对我的精神尸骸做了什么？虽然你灵魂力很强大，但是比起本尊，你还是差多了。本尊只不过封闭了你回到肉身的通道而已。想要回去的话，你必须拜我为师，否则我们两个谁也别想出去。如果我拜你为师，你能教我什么？你总得拿出一样能让我拜你为师的诚意吧，毕竟不是什么人都能当我的师傅的。眼前这个女人很强，甚至强大到出乎了他的意料。大女人能屈能伸，只要她能让自己变强，拜师有何惧的？哼，本尊就是稀罕你这傲娇脾气。叫一声师尊，本尊可以让你的地灵脉变成神灵脉。你虽然觉醒了魔灵珠和神灵珠，但灵脉却未达到神级，没有达到神级就不能完美的与魔灵珠和神灵珠契合，修炼速度自然也会大打折扣的。吴昕一手慵懒地枕着左边脸蛋，媚而不俗，一手朝易云兰勾了勾手指。过来，本尊先赐给你一样礼物，保证你会喜欢。主人，不要过去！哎呀，小畜生，本尊要是想对他怎样，何须等到现在啊？小徒弟，你要站到什么时候才过来啊？主人，放心，我不会有事。过来，靠近一点儿，本尊够不到，手没那么长的。叶云兰不悦蹙眉，轮廓分明的面庞上渗出一丝冷意，但还是上前了一步。蹲下，你太高了，本尊够不着触碰你眉心。你别太得寸进尺，不要以为我顺着你就是怕了你。咱俩神识真要斗起来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哟，小徒弟炸毛了？吴昕笑得很是灿烂，殷红的嘴唇轻翘，伸出雪白的手指，轻轻地在他眉心一点。喏，这算是师尊给你的见面礼吧。永恒明眸，你可以探查世间所有人的修为，不管对方的修为多么高强，也不管是人是兽，只需你微动一下精神力，你都能看穿他们修为在什么境界，就连几系灵根以及天赋都能一扫而知。如果别人隐藏了修为，我还能看见吗？小徒弟，你未免也太小看本尊给你的永恒明眸了。行了，今后自己去用它，去探索就知道了。它的功能可不仅仅限于此，想要知道它更多的用处，首先你就得先去了解它。谢谢。刚才我进入尸海的时候，有没有人来敲过门啊？当然有，不过被我糊弄过去了。哦，被你糊弄过去了？那你是怎么糊弄过去的？这事儿对我来说轻而易举。我不就是模仿了一下你的声音，然后告诉小二，说是你的灵兽不小心破坏了窗户，然后又说此时太晚，你要歇息，让他们不要来打扰，等明早起来你再赔偿。你还能模仿我的声音？当然了，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我还怎么当妖王殿下？小狐狸一脸傲娇，奶萌的声音很是可爱，
随后沮丧。只可惜我现在修为就这么一丢丢了，但凡多长出2条尾巴，我也能换出人形，哪怕变成你的样子都没有问题呢。变成我？叶云兰一听，往床上一坐，她把小狐狸抱起来，笑眯眯地盯着他。主人，你干嘛这样盯着我？没什么，就是希望呢你快点变强，以后咱们好并肩作战。去吧，小白在精神室海里等着你呢。什么？小狐狸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儿，就被叶云兰收进了精神识海。才刚进去就和白马一样，一脸懵逼的进入了被雷劈的循环世界。这么长时间，你们连个人都找不到，也好意思回来见本帝？回帝尊，属下是没找到您要找的人，但属下得知夏东州最近频繁出现异族人踪迹，就想着您之前说过那位姑娘是异族人后裔，便想着先回来把这个消息禀告给您。蓝雨、蓝霄，本帝不在的这段时间，掌管好遗忘之城。至于帝都那边，也派人坚守，切记不可掉以轻心。帝尊，您这是打算亲自去下东州，而且单独行动？不行啊，帝尊，以您现在的身体，出门单独行动的话，要是被帝姬和几位殿下得知，一定会派人再次追杀您的。主要是帝尊连他和蓝雨都不带，要是中途寒毒发作又遭遇追杀的话，倒是谁能救他呀？对啊，帝尊，您想要对付本帝，他们还不够格。蓝雨的话还未说完，殷霄便淡淡的扫了他们一眼，说完消失在大殿中。此时的他心里只想找到那个看光他摸光他还调戏了他的臭女人。该死的，偏偏这臭女人还救了他，他总不能忘恩负义的杀了他吧？等找到他，他也救他一次。最重要的是，一定要看回来、摸回来、调戏回来，扯平之前发生的所有事儿。从今往后，相安无事，老死不相往来。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啊！主人，你看到什么了？什么非礼勿视？没什么，就是看到了一些辣眼睛的东西而已。辣眼睛？是看到辣椒了吗？是的，看到一个超级大辣椒，只是看一眼都觉得辣眼呢。太子殿下，属下内急，你们先行，我稍后就赶上。速去速回。主人，好时机，连老天都在帮你。就连小蝴蝶都知道时机来了。易云兰勾了勾飞唇，嗯了一声，又转身回去。太子圣君，属下回来了。乔装打扮后，易云兰赶上楚俊轩的队伍。得亏他个子长得偏高，而那个下属身为男子却矮小，他才能这般完美假扮。快看，那不是尹氏家族异族人吗？他们也来了。这走在最前方的人是谁呀？难道是传闻中的圣子殿下？据说圣子殿下常年一袭白衣，气质出尘，容貌惊艳绝伦。这人一看似乎很像啊。连尹氏家族都来了，我们夺宝还有机会吗？一群人震惊望向前来的5个人，为首的白衣男子大概16、17岁左右，绝色出尘的气质瞬间成了人群中最耀眼的那个人。圣子殿下。楚俊轩看到那人便一眼认出是传闻中的异族圣子殿下。即便他是赤炎国最尊贵的太子圣君，看到尹氏家族的圣子也笑着上前恭敬地行了个礼。易云兰抬眸看去，圣子殿下已经走到他们面前，这熟悉的血脉气息不用怀疑也是他们异族后裔。怎么回事？前世他的族人被全灭，无一幸免，难道当初历练的一群少年躲过了那场灭顶之灾？
主人，你走到哪里来了？怎么越来越冷？这是万年寒潭，底下还有精雪冰魄，自然很冷。你在这儿坚持一下，有人来了就立马叫我。趁那些人还没有找到这里时，我必须潜入寒潭底部，抢先夺取精雪冰魄。主人，你一定要注意安全，这水好可怕。云兰从空间里拿出唯一一颗闭气丹服下后，便毫不犹豫地扎进寒潭里。何人胆敢擅闯秘境？不是有缘人，就速速离开。会口吐人语的兽兽，尼玛，这精雪冰魄不会是在水底怪兽的头顶上吧？小徒弟，你这胆真肥，一个人也敢下这种地方，也不怕这头小畜生把你给撕碎了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想要宝贝又不肯设下，真以为他会主动到你手中吗？想屁吃你！哼，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粗俗的很？本尊看你目前是九死一生的状态了，要不你把身体让给本尊，由本尊来帮你解决这个小畜生？不用，我自己可以解决他。哼！叶云兰拼命往上游，一边寻思着怎么对付蟾蜍妖兽，一边想办法布置阵法。可如今他身体被水席卷，无法在没有任何帮助下布出阵法。蟾蜍见他要逃走，从嘴里吐出一圈圈水气泡，疯狂朝叶云兰身后袭击而去。刚才给过你机会让你离开，现在想走没门儿。哼，谁说我要跑了？他找准时机，从空间里拿出5枚晶石，分别丢向5个方向，形成一个5行阵。阵法将水瞬间排出在外，而他也稳稳地落在阵法之中。蟾蜍攻击太过凶猛，他的阵法也险些被打穿。你是异族后人。正当蟾蜍想再次袭击叶云兰时，突然看到他身边的阵法后停了下来，尾巴也不再摆动，潭底的水流漩涡瞬间恢复平静。你是这秘境里的守护使者吧？如果我没猜错，秘境中应该还有一只雌性蟾蜍妖兽，而你的祖宗们世世代代都生活在秘境中，只为守护寒潭下的某个东西，是这样吗？你怎么知道我们世世代代都生活在这里？还知道寒潭下面有其他东西？你不是因为精雪冰魄而来的吗？因为我是你祖宗的主人的祖宗。什么？我祖宗的主人的祖宗？放肆！你竟敢戏耍于我！我没骗你。混账东西！你竟敢侮辱我的祖宗，还敢侮辱我祖宗的主人！更可恶的是，你竟让侮辱我祖宗的主人的祖宗！我定要把你撕成碎片，把你吃的连骨头都不剩！我什么时候侮辱我自己了？哎呀，这小东西笑死我了！哎呀，您可别笑了，要是我死在这儿，那就是尸骨无存，到时候你也会随着这具身体消失而消失的。师尊，我觉得您非常适合去挖笋。为何要去挖笋？本尊又不吃笋。哼，你吃不吃笋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这山上的笋都快被你夺完了。叶云兰说完，看着蟾蜍又朝他攻击而来，并且这次威力比之前还要凶猛。5行阵瞬间被破坏了一个大洞，冰凉刺骨的潭水滔滔不绝地从外侵入阵法里。小蟾蜍，我真的是你祖宗的主人的祖宗！你要是不信，你可以停下攻击，让我证明给你看呢。放你娘的狗屁！是谁给你的胆子？就你这么一个弱鸡仔，还敢3番5次冒充我祖宗主人的祖宗！小徒儿，这蟾蜍只管攻击你，却始终不肯从水下上来半步，恐怕他腹部下方有保护什么珍贵的东西。
要不是本尊不能出来，就这小垃圾，本尊一根头发都能缠死他。叶云兰愣住了，一个骂他是弱鸡仔，一个拐着弯骂他是小垃圾，这横竖明暗都骂他是弱鸡。不过师尊说这蟾蜍腹部下方保护着什么东西，叶云兰抿了抿唇，思维飞速转动，随即皎洁一笑：小蟾蜍，你肚子下面有东西露出来了。小徒弟，想不到你还挺鸡贼啊。那没办法，谁让这小东西不信我。什么？蟾蜍妖兽一听，吓得连忙低头查看。叶云兰见状，赶紧朝水下潜了几米，利用永恒明眸看了下蟾蜍肚子下方。越是往下，他对那个东西的感应就越强，不像是兵器，倒像是一个生命体。蟾蜍妖兽见肚子下方被保护的东西根本就没露出来，知道这事又上当了，气得龇牙咧嘴。你又耍我！我杀了你！蟾蜍觉得他要是再不把眼前这个弱鸡人类解决掉，死后就真的没脸去见祖宗他们了。没骗你，你肚子下面的东西真露出来了，好像是一颗黑色的蛋，不信你看啊。你不是要精血冰魄吗？拿着赶紧走，休想再打我身下东西的主意。蟾蜍连忙把头顶的精血冰魄抠下来，毫不犹豫朝着叶云兰丢去。好险呐！刚才这女人说她是老祖宗的主人的祖宗时，他差点就信了，幸好反应快，没上他的当。叶云兰接过精血冰魄，直接放进随身空间里，笑眯眯的道：你连精血冰魄都不要了，就为了护住身体下方的蛋，想必那颗蛋里的崽崽最少也是神兽幼崽蛋了吧？我都把精血冰魄给你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就在这时，肚子下方一直被保护的东西竟然有了动静，它不断地拱着蟾蜍的腹部，想一点一点从下方钻出来。小黑。蟾蜍察觉到他的动静，无比诧异，抬起腹部的同时，他也惊愕地望向叶云兰。小黑蛋有动静了，莫非眼前的女人真的是他祖宗的主人的祖宗？主人，有人快来到这里了，你赶紧回来。圆圆，到外面去帮我布置一个幻境，先拖住其他人，不要让他们进来。好的，主人。小狐狸这段时间在精神石海里不知道被雷劈了多少次，灵魂力却比之前增强了许多，并且速度也敏捷了不少。小王殿下。蟾蜍看到小狐狸那一刻，双腿直接吓瘫了。他是妖兽，妖兽自然能感觉到小狐狸身上的血脉压制，这几乎是所有妖兽中里潜意识对妖王血脉的认知。小蟾蜍，如今你可信我是你祖宗的主人的祖宗？我信，小蟾蜍给老祖宗的主人的祖宗请安了，刚才是误会，还请您原谅我的眼拙和鲁莽行事。蟾蜍妖兽小鸡啄米似的点了点头，同时也将自己的本体变小，直到变成一只比巴掌还小的小金蝉。我没生气，想不到你竟然是一只金蝉。不过我始终有一件疑惑的事情，所以想请问你。老祖宗主人的祖宗，请随便问，小蟾蜍一定有问必答。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个幽光尊主知道我有一天会来这儿啊？而小黑蛋又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，让你们世世代代守护？其实我也不知道蛋蛋为什么会被我们守护在这里，不过爹娘以前跟我说过，说是幽光尊主会陨落在这里，其实是因为他使用了一种逆天卜卦的阵法，得知您会重生在这个世界。幽光。叶云兰努力回想万年前的记忆，试图从里面找到这个人的真实身份，但他发现当初出门历练的一群孩子里根本没有人叫这个名字，又或者他来到这个世界后改名换姓了。小蟾蜍，你知道幽光尊主的真实姓名吗？我不知道。蟾蜍妖兽摇头表示不知道，随后他又用手指向他怀里的小黑蛋。
蛋蛋的神魂里有一缕幽光尊主神识，您可以让蛋蛋跟您通话，让幽光前辈的一缕神识出来跟您解说一下。蛋蛋，蛋蛋，蛋蛋！见小黑蛋没反应，他又晃了晃，但是小黑蛋还是没反应。估计是被刚才的冲击力给震晕了过去。易云兰见此情况，觉得也差不多该走了，于是看着小蟾蜍问：“我要离开这里了，你今后是想要跟着我，还是继续在这秘境中生活？”谢谢您的好意，小蟾蜍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，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。如今我的守护职责已经完成，今后便打算和媳妇儿在这里共度余生了。可你陪伴了蛋蛋这么多年，只怕等他苏醒后见不到你会很难过。可是我常年在寒潭底部生活，已经习惯了黑暗。如果跟着您走的话，我和媳妇儿她……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有办法让你继续生活在寒潭，也可以与我一起离开，并且等找到你媳妇儿时，我会把她带到你身边来，与你一同生活。小蟾蜍有些懵，下一秒易云兰便将整个寒潭都收进了空间，留下一个宽约30米、深约50来米的深坑。主人，你把整个寒潭都收进空间了？是的。易云兰点点头，随后把小狐狸收进精神石海，又把精血冰魄和蛋蛋收进空间里，便带着小蝴蝶利用空间转移阵法，悄无声息地消失在这里。主人，这应该就是浮生幽禽了。哼，就凭你，也配拿浮生幽禽？我不配，难道就你配吗？一只随时随地都能发情的公狗，也配拿到浮生幽禽？就算是一滩烂泥，也会嫌弃你这种肮脏的人的手碰它。放肆！竟敢这般和我们太子圣君说话，你究竟是何人？真正的小李子去哪儿了？放心，他没有死。本姑娘比较仁慈，只是给他下了点迷药，把他绑在客栈的茅厕里而已。你们要是能够活着回去，还可去救他。清雪冰魄你拿走了吧，把他拿出来，饶你一条生路。否则怎样？杀了我，就凭你还没那个本事。想要精血冰魄，去地府拿吧。易云兰说完，伸手快速地将浮生幽气拿到手里，又将它收进空间。精血冰魄果然是被你拿走的，把它和浮生幽禽交出来，否则这秘境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太子圣君，可进秘境之前有规矩，人与人不得互相残杀。他打晕我的人混进来，根本不算进秘境寻宝之人，杀了他，我们也不算自相残杀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一起上，各凭本事抢夺宝物。想杀我，那还要看看你们有没有那个本事。他脚下骤然出现一个空间转移阵法，随即在秘境中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阵法师？他是异族人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出去通知大祭司们，千万不能让他跑了。楚俊轩看着人跑了，气得脸色通红，带着人赶紧离开。女人，这次看你还往哪里逃？殷潇感觉到了，那个男人就是他要找的女人，咧嘴嘲笑。什么人不假扮，去假扮一个矮冬瓜男人，也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伤天害理之事，惹得这么多人追杀你。今日就先放过你们，他日再敢欺负本地的女人，本地定会踏破整个夏冬州。殷潇抱着叶云兰，眨眼功夫就将她带到10里以外的一处湖泊。女人，醒醒！殷潇将她脸上的铅面粗鲁地取下来，拿在手里一看，诧异道：“竟然是一件仙器，有意思。”突然，
他冲破诅咒的时间到了，一下子回到小孩模样，便从龙之戒里面拿出一套衣服换上。想到接下来要对他做想做的事儿，他又挑起了眉头。这么丑，本帝下得去手吗？殷霄伸出双手想去解少女的衣衫，伸到半空中，他又蓦然顿住。哎呀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本帝还是不要碰他了。可是本帝已经救了他，就他没有看回来，没有摸回来，也没有调戏回来，这好像很吃亏呢。殷霄想到这里，不管3721，迅速拨开少女衣衫。啊！看着少女身上全是狰狞伤口，殷霄倒抽了一口冷气。从死亡堆里站到让所有人都仰望惧怕的帝尊，这种伤口对他来说不足为惧，但不知为何心里就是堵得慌。可能是因为他是救命恩人的原因，还是先帮他把伤势恢复了，不然面对这样伤痕累累的身子，他还是下不去手。殷霄又从龙之戒里拿出一颗圣品负伤丹，撬开女人的唇，给她放进去。吴慧燕看着她吞不下去的模样，殷霄又皱眉了。不会是要让她……哼，女人，便宜你了，这可是本帝的初吻。殷霄深吸一口气，俯身嘴对嘴的给她把丹药吹下去。听到咕咚一声，丹药咽下去后，他才起身。看着她依旧血迹斑斑的身子，殷霄拿出一块雪白毛巾，去湖边打湿水，又认真的给她擦拭身子。只是在碰到少女的胸时，她还是脸红了，甚至从头红到脚趾。救也救了，看也看，摸也摸了，就差调戏你了。殷霄扯着嘴角，对她做出他对她做的同样事情，用肉嘟嘟的小手捏了捏她的脸蛋。好了，现在扯平了。女人，再也不见。你是女人，你终于醒了。不，我在这里都守你半天了。你是我恩公的儿子。我成了自己的儿子。小朋友，你爹爹呢？我爹他有事儿，走了。他既然误会了就误会吧，省得我还去找借口。走了？那你爹怎么把你留下了？我爹说有很危险的事情要去做，怕带上我有危险，于是就让我留下来，让你照看我一段时日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易云兰忽然感觉自己身子有些不对劲儿，低头一看，发现衣衫凌乱，腰带也被打了个死结，并且身上的伤口一点都不疼。他下意识地拉开染满鲜血的衣衫，胸口光洁丝滑，没有半点伤痕，就连血迹也被清洗干净，黝黑的脸蛋骤然一红。那啥，我的伤是你爹爹治好的吗？还有我的身子也是他清洗的？爹爹就为了你吃了一颗丹药，是我看你身上好多血，所以给你擦干净了，衣服也是我帮你穿上的。原来是这样啊，谢谢你啊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殷潇潇。殷笑笑。笑笑，你长得真可爱。我是殷潇潇，不是殷笑笑。这不就是笑笑吗？殷潇十分无语。神识已恢复的他再次布了个空间转移阵法。殷潇微眯着眼睛注视着，他果然是一族后裔，布置手法一模一样。笑笑，到姐姐这里来，我们要离开这儿了。哦。女人，你才多大点儿，竟让本帝叫你姐姐？笑笑，你怎么了？这里不好，没有我的万年紫檀木床，也没有万年灵蚕土的丝做成的蚕丝被，摸着都膈应人。将就一下吧，这里已经是客栈里最好的客房了，等姐姐以后有钱给你买行吗？不用你买，我带着有。说完，殷潇从龙之戒里面拿出一套万年蚕丝做的被褥，然后递给他。妈，铺上去吧。你既然有还吐槽，直接拿出来不就得了？铺上被褥后，易云兰也困了，随意的洗漱后便躺在了床上。姐姐，
把手伸出来。干嘛？叶云兰睡得迷迷糊糊，但还是把手伸了出去。我没带枕头，这里的枕头别人用过，太脏了，用你的手当我枕头。叶云兰迷迷糊糊的哦了一声，用右手拍了拍伸出去的左臂，疲倦说道：那行，你睡吧。精神力消耗太多，他真的很疲惫。说完，人已经睡了过去。翌日，殷霄睁开眼睛，肉眼便是如此尴尬的一幕。他被少女紧紧地搂在怀中，而他整个小脑袋都杵在了她一对柔软上，顿时面红耳赤，掀开少女的手，惊吓般的从床上坐起来，大口大口的喘气。女人，你竟然占本地便宜！怎么了，笑笑？叶云兰被他的声音吵醒，从梦中醒了过来。我的精神力全部恢复了，就连受损的灵魂力也被治愈了不少。是我的万年蚕丝被褥，受伤的人覆盖了它，有恢复精神力和灵力的功效；没有受伤的人有滋养神魂，让神魂变得更强大的功效。原来是这样啊，谢谢你，笑笑。姐姐，我饿了。你想吃什么？姐姐带你去吃。叶云兰说完，便从空间里拿了一套衣服穿上，而染满血迹的衣衫昨晚换下来后，便被他给丢了。女人，你真当我是小屁孩呢？换衣服也不知道避讳一下。不过这干巴的身材也没啥好看，估计猪都不愿意拱。我想吃千年灵兔肉包的饺子，还有……等等，笑笑，这里是夏东州，没法和你们中州的食物比。别说千年灵兔的肉了，就是给你找一只百年灵兔，怕也是极为困难的。所以姐姐还是带你去吃点正常的食物吧，保证美味。在夏东州，如果有千年灵兽，早就被各大势力哄抢契约了。就算真的有千年灵兽存在，也是生活在野生森林里，以夏东州人的实力根本不敢轻举妄动，更别说宰了人家拿来包包子。什么正常东西？面条。面条。叶云兰想到空间里的小蝴蝶，担心它的伤势，便用神识感应了一下，发现它还在吸收灵泉的灵气恢复伤势，便没再打扰。吃完东西后，他又带着小奶娃朝叶家走去。你是兰兰？爷爷，是我。兰兰，你怎么变得那么瘦了，还又黄又黑的？叶君，告诉老夫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兰兰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老夫闭关的时候，你们答应过老夫，要替你大哥好好照顾兰兰，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好好照顾。你们竟然把她虐待成这番模样！爷爷，你不要这么凶爹娘，姐姐变得这么瘦，完全是因为她消失了1个月，肯定是她在外面没有吃好睡好导致的。以前她不是这样的，这1个月我们为了找她，还花了不少黄金和银子，甚至被人坑了黄金万两，只为得知她的去处。是啊，爹，您误会我和双儿了。您闭关修炼后，我们可是非常照顾云兰，比对叶姬还好呢，怎么会虐待她呢？就是啊，爷爷，而且姐姐这次回来性情大变，一看到我就用鞭子抽打我，不信您看我身上的伤势，都被她打。叶姬见老爷子一张脸阴沉的可怕，连忙挽起手臂，想让他看看叶云兰是如何打他的。可话说一半，却突然想起叶云兰给他吃了丹药，并且治好了身上的伤势，一时语塞，顿时哑然了。叶云兰嘴角勾起一抹讥嘲的弧度，也捞起手臂，委屈地看着叶灵。爷爷，自从您闭关以后，他们就开始打骂我。这7年我活得连狗都不如，他们还挖了我的灵脉，让我一度成为废人。若不是我后来再次觉醒了灵珠，只怕这一辈子就真的是个废人了。看着他手上的新旧疤痕，老爷子心疼的都快掉眼泪了，看着叶君暴喝道：
混账东西！老夫把你捡回来领养，从未把你当外人看待，甚至把叶家交到你手上，你竟然这样对我的亲孙女儿，实在可恶！挖灵脉，活得连狗都不如，怪不得他的宝贝孙女会这么瘦弱。今日老夫废除你的修为，从今往后，你们一家三口与我叶家再无关系。